看到这一幕，裴昭堂眼底闪过一抹冷笑，他牵着昭昭的手来到裴景燕身后。你说这长乐坊是你外祖父平阳侯的产业啊？正是。那可太好了，平阳侯啊，父皇正好抓不住他的把柄处置他，没想到他的蠢外孙竟然自己送上门来了。好，简直是好极了。裴昭堂笑出了声，只是这声音怎么听怎么有些瘆人。沈清一下子都有些捉摸不透他想干什么。楚云走上前，大理寺查案，即便这是平阳侯的产业，也得接受检查。那不知道这长乐坊犯了何事，需要你们大理寺来彻查此处呢？护城河里飘出了一具尸体，有人看见是从你们长乐坊出去的，本官特来查看一番。沈大人如此拦着，是怕本官查出什么蛛丝马迹啊？这些人还有完没完？再不打开那道门，人都要走远了。不光人走了，连药桶都要搬完了，那怎么行？昭昭着急的四处查看，忽然目光落在了沈清身后的苏逸晨身上，眼睛闪过一丝狡黠。啊，有老鼠！苏逸晨惊得一抬头，就和昭昭狡黠的目光撞上。不好，这要搞事情！果然，下一秒，昭昭的身体如同炮弹似的冲向苏逸晨，失去平衡力的他身体直直的向后倒去，好巧不巧的撞在了柱子的最下方。只听砰的一声，南面的墙面在众人的视线中缓缓打开，管事双腿一软，跪在了地上。完了，全完了！只见里面站着10几个黑衣人，他们有的人正在抬着药桶，有的人双手提着偶人，正准备离开。大理寺的人迅速包围住了黑衣人。大人，这里面的少女和报案失踪的少女年龄相吻合，可以安排家属来认人。你让人去通知。是。楚云走后，裴景燕冷眸射向沈清。沈大人，现在是不是该轮到你给本殿下一个解释了？二皇子，下官也不知道啊，这不可能啊，一定是下面的人乱来，和我们没有关系啊。苏逸晨坐在地上，整个人都是懵的。长乐坊可是平阳侯的产业，即便是父亲都要忌惮几分的平阳侯，就这么让他给得罪了。几只蝴蝶盘旋在他的头顶，乐开了。这个变态傻眼吧，自己闯了这么大祸，长乐坊的幕后之人肯定不会放过他呀。谁让他经常过来虐待那些舞姬了？表面看起来人模狗样的，实则呀就是个衣冠禽兽，不仅喜欢划烂那些舞姬的皮肤，还喜欢在床上让舞姬们这就是报应。可惜刚才没让他直接撞死，真是便宜他。那不行，坏人必须受到惩罚啊！有啦，美人叔叔，大理寺会对抓到幕后凶手的人嘉奖吗？当然会了，小家伙，你想要什么呀？美人叔叔啊，是他带着你们找到了暗室，美人叔叔可一定要奖赏他哦。他这样见义勇为，以身犯险，混入长乐坊，还找到了藏在暗处的坏人，可是大功一件，必须要重重的赏，这样以后像他这样的正义之人才会越来越多。美人叔叔，你说昭昭说的对吗？妹妹她好厉害，这一下子就将所有仇恨值转移了。对，昭昭说的都对。江慈洲眼底闪过揶揄的笑，转向苏逸晨时又变成了冷清冷心的模样。苏公子抓住凶手有功，本官定会禀明陛下，让陛下好好奖赏你一番。希望苏公子能够一直秉承见义勇为之心，好让本官刮目相看。不是我没有，这都是小哥，裴昭堂笑着走上前，将他从地上扶起来。哎呦，苏公子就别谦虚了，要不是你帮忙，我们和大理寺的人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找到这暗室呢，指不定就因为大意错过了这一桩惊天大案。苏逸晨想死的心都有了，无论他怎么解释，他们就是不相信。苏逸晨，我外祖父是不会放过你的。沈大人，我真的不知道，这真是个误会啊！哼！楚云去而复返。大人已经将长乐坊一众人等控制住，有几户人家进来认领了自家女儿，不过他们好像中了什么毒，意识并不清醒。去请薛神医过来一趟，另外将沈大人一并带回大理寺审讯。江慈洲，我外公可是平阳侯，你不能带走啊！你不说本官差点忘了，这长乐坊既然是平阳侯的产业，那这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怎么能不通知平阳侯呢？江慈洲冷笑了下，将平阳侯一并请到大理寺。沈清彻底吓住了，江慈洲他是不是疯了？为了几个舞姬，竟然敢跟他外祖父作对，他知不知道他外祖父平阳侯就是陛下也要忌惮几分？江慈洲眼眸微垂，唇角溢出一抹冷笑，
平阳侯仗着开国功臣的身份拥兵自重，甚至背着陛下圈养私兵，手中更是有先皇留下的丹青铁券，在朝堂上拉帮结派，早就成了陛下的心头大忌。如今好不容易抓到了平阳侯的小辫子，陛下自然是希望他闹得越大越好，这样陛下才能找借口削弱平阳侯的实权。可惜这沈清真是个蠢的，到现在还没明白过来怎么回事，竟然还将平阳侯再次抬了出来。长乐坊的事情结束后，姜慈州亲自送昭昭回了王府。此时整个王府灯火通明，裴荣景端坐在院子里的椅子上，整张脸阴沉的可怕。裴锦燕和裴昭堂哆哆嗦嗦地走上前，行了一礼：“侄儿参见皇叔。”稍后再收拾你们两个。昭昭颤抖地缩在姜慈州的怀里：“美人叔叔啊，昭昭今天帮助你抓到了凶手，你会保护昭昭的，对吧？”可是你爹爹现在的脸色好吓人啊，叔叔也不一定能帮助你啊。不会的，不会的，只要美人叔叔替昭昭求情，爹爹一定会放过昭昭的。昭昭压低声音道：“美人叔叔啊，如果你不替昭昭求情的话，我就将你洗澡时被醉酒的爹爹误闯进去的事情说出去。”这些都是谁告诉你的？美人叔叔府上的小老鼠哦。姜慈州回去就找人除老鼠，鼠鼠们招谁惹谁了？裴荣景拧着眉，眼神犀利盯着昭昭。还不过来？昭昭暗自吐了下舌头，挪着小碎步朝他走过去。爹爹，小小年纪就敢偷跑出去？爹爹，昭昭知道错了，昭昭下次再也不敢了。还敢有下次？不会了，昭昭再也不偷偷跑出去了。以后昭昭去哪里一定会告诉爹爹，爹爹就不要生昭昭的气了，好不好？哦，对了，昭昭今天可是办了一件大事呢，爹爹知道之后一定会夸昭昭的。嘿嘿，不信的话，你可以问美人叔叔哦。大理寺最近接到了很多报案，都是因为少女失踪，是昭昭帮忙找到了那些失踪少女，还发现了长乐坊不为人知的勾当，而且这长乐坊是平阳侯的产业。裴荣景神色一动：“平阳侯，看来他果真有问题。”裴荣景说完，看向昭昭：“之前是本王疏忽，没想到给你安排安慰这茬儿，本王已经通知燕羽让他去世音阁给你挑选安慰了。在他没有回来之前，你哪儿都不许去。如果想去哪里，必须得爹爹陪着，知道了吗？”昭昭哦了一声，乖巧的点头。好了，天色不早了，你也早些回去歇息。明日国师要见你。国师？那个神出鬼没、年岁比大圣国还要长的国师，竟然要见小丫头。翌日一早，昭昭在裴荣景的陪同下正用着早餐。爹爹，你昨天说的国师为什么要见昭昭呀？可能是觉得我们昭昭是个小福星。这时燕羽忽然从外面走进来禀报：“王爷，大理寺的人来传话，希望您稍后能去一趟大理寺。昨夜大理寺发生了大事，来人还让属下转告郡主，说昨日那条小金鱼不知怎么的，好像快死了。”你是说小鱼儿快死了？不行，小鱼儿不能死！我答应过小鱼儿，等事情结束之后要送小鱼儿回家的，我绝对不能食言。昭昭焦急地转向裴荣景：“爹爹，我们可以先去大理寺看小金鱼吗？昭昭答应过他要送他回家的。”裴荣景站起身，边走边面色冷沉地询问：“大理寺昨夜发生了什么大事？”昨夜被抓回来的长乐坊众人集体死亡，无一活口。这件事看上去十分诡异，大理寺戒备森严，有谁能够做到如此悄无声息？裴荣景听到这里，眉头狠狠拧起，敢在姜慈州眼皮子底下下药，对方手段真是了得，难怪会求到昭昭跟前，看来也只有这个小丫头能帮他找出些蛛丝马迹了。马车一早就准备好了，还是楚云亲自来接，一路上楚云又将昨夜的事情详细的复述了遍。大人从昨夜到现在还待在天牢里，就连我们的人也都被盘问了。本王知道了，那平阳侯呢？是否已经放他回去？并未，大人说等您到了再商议。裴荣景眼眸半眯，知道姜慈州这是替昭昭保密了，并未将他能听懂动物语言的事情告知楚云，所以表面上是请他过来一趟，实则是为了替昭昭打掩护。大理寺，楚云直接带几人到了姜慈州办公的地方。昨日带回来的小金鱼就在那边的缸里，小郡主就拜托你了，大人说一定不能让它死了。楚云说完挠了挠脑袋，也不知道大人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养小金鱼了，以前都没见他对鱼感兴趣过。裴荣景垂眸低哼了声，那哪里是喜欢养小金鱼，那还不是因为这可是目前唯一的目击证据。
八成他还等着昭昭从小金鱼的口中再问出些什么。还请王爷和小郡主在此等候，属下这就去通知大人过来。谢谢楚叔叔，昭昭这就去看小鱼儿。昭昭心急如焚地朝大缸奔过去，刚跑过来就看到小金鱼已经开始翻肚皮了。小鱼儿，你怎么啦？你别吓昭昭。小丫头，你终于来了，你快给我弄点吃的，小鱼儿快饿死了，我都10天没吃过食物了。你竟然这么久都没有吃东西啦！你等等啊，我这就去给你弄吃的。他连忙转身，目光焦急地在四周扫视，最后定格在桌子上的一盘糯米酥上。他提着裙子小跑到桌子旁，抓起一块糯米酥折返回来，将糯米酥捏碎了撒在了水缸里。小鱼儿，你不要死啊！快别哭了，小鱼儿，我还没死。那你怎么又翻肚皮了？我给你食物你也不吃。饿得没力气，等它飘到我嘴里。昭昭沉默，最后还是昭昭贴心地将碎末一点点送到他嘴边，他才安静地享用了一顿美食。姜慈州大步从外面走了进来，昭昭扭过头就看到了他，小跑过去。美人叔叔啊，小鱼儿他没事了，他是太久没有吃东西，饿坏了，现在已经好多了。还得是我们昭昭，真厉害。这不是我宝贝亲闺女吗？怎么跟姜慈州那么亲密？他冰冷着脸向昭昭招了招手。昭昭，过来，到爹爹这里来。堂堂摄政王，连小丫头的粗度吃，也不嫌丢人。姜慈州不撒手，直接将昭昭抱起来放到椅子上。这是叔叔一大早就让人去醉春楼给你买的水晶虾饺。昭昭刚吃过早饭了，这会儿还不饿。这是我闺女，我闺女懂不懂？谁稀罕你买的水晶虾饺？我闺女想吃，我不会给买吗？用得着你这个话孔去在这献殷勤？你又不是昭昭，你怎么知道她饿不饿呀？我再说一遍，她是本王的女儿，本王当然知道。就在他刚说完这句话后，某个小丫头往嘴里塞虾饺的动作一顿，完了，被爹爹抓个正着。还真是个漏风的小苗。浴缸里的小金鱼儿吃饱喝足后吹了一个气泡泡，这边昭昭也刚吃完了水晶虾饺，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美人叔叔，你今天叫昭昭过来，是不是想问昨天凶手的事情？姜慈州点了点头。你帮我问问那条鱼，昨夜我带他去天牢里，可见到了他口中的另外一个凶手。难道美人叔叔怀疑昨天的人中没有另外那个人吗？平阳侯似乎对长乐坊的事情概不知情。那不是他的长乐坊吗？他会不知情吗？平阳侯老谋深算，会演戏也不奇怪。不像演戏，长乐坊也是他3个月前花重金买下来的。平阳侯并不是有钱的主，又怎么会重金购买长乐坊？你说的没错，他买下长乐坊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丹书铁券。丹书铁券怎么会和长乐坊扯上关系？北晋王在18年前死在了与北戎的大战之中，他丹书铁券也失去了踪影。3个月前，有人传出消息，丹书铁券在长乐坊出现过。还真是一出大戏，竟然将平阳侯都算计了进去。我觉得这背后有人在下一盘大棋，会不会是陛下为了收回丹书铁券才？绝无可能。皇兄曾在父皇在世时立过誓，只要4大功臣还在，绝对不能动他们身后的人分毫。这丹书铁券也得等他们死了才能想办法收回。裴荣景心中沉甸甸的，似乎暗处正藏着一条毒蛇在窥探着大圣皇朝。昭昭觉得自己的脑袋晕乎乎的，根本听不懂爹爹和美人叔叔在说什么。他撅了撅嘴，小跑到小金鱼儿面前。小鱼儿，美人叔叔说你昨天夜里去了天牢，你可看到了另外那个凶手？没看到。小鱼儿记得当时抛尸的时候，那个管事身边还跟着一个裹着白袍的人，那人身材矮小但很壮实，而且什么？那个人浑身裹得太严实了，唯一露在外面的双手布满了恐怖的脓包，好恶心的。哦，对了，那个管事好像还喊他主人。谢谢小鱼儿告诉昭昭。他连忙转身跑回来。弟弟，小鱼儿说昨天真的没有见到那个人，还说那个管事喊他主人，那个人浑身裹着白袍，手上全都是脓包。弟弟，你说他为什么裹那么严啊？会不会他全身上下都是脓包？裴荣景和姜慈州闻言立即对视一眼。全身长满脓包的人，莫非是南疆国的巫毒师？据说南疆国有一种毒师，身份尊贵，但是样貌极其丑陋，其浑身上下全是因为制毒炼制巫蛊而长出来的脓包，所以逃掉的那人是南疆国巫毒师。难怪他能以一己之力杀死所有天牢中的人，还能将武技炼制成偶人，原来他竟然是南疆国巫毒师。
裴荣景不想让昭昭再掺和到长乐坊这件事情中来。接下来的事情还是你自己查吧，不要再麻烦昭昭。若是让那些巫毒师盯上昭昭，即便是你我二人一起，也没办法完全防范。另外，平阳侯你也早些放他回去吧，否则那些老匹夫肯定会进宫告你御状。姜慈州凝重点头。昭昭的那位神医谷的师傅近日可还在王府？你想做什么？长乐坊武姬身上的毒名为木蛊咒，薛神医解不了，只能麻烦那位了。我会让燕雨请他过来。时辰不早了，我要带昭昭去见那个人。出了大理寺，裴荣景直接带着昭昭骑上了马匹，径直出了城。弟弟，我们这是去哪里呀？国师府。去国师府为什么要出城呢？他不应该是在黄伯伯的皇宫里吗？去了你就知道了。哦，很快国师府就到了。昭昭看着眼前宛如仙境的国师府，嘴巴差点合不拢。哇，难怪国师府要建在郊外呢。就这云里雾里的场景，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误入了仙界呢。门口早有小童在等候，二位请随我来。绕过长长的环水走廊，两人被带到了一处瀑布下的凉亭之中。来了。裴荣景拉着昭昭恭敬的行礼，参见国师。大圣国的历代国师均凌驾于皇权之上。你身边的就是你找回来的女儿吗？她的娘可是温世宜。你认识我娘亲？哼，本国师当然认识那个坏东西。我不准你说娘亲坏话，你坏，昭昭不喜欢你。哼！哎呦，坏东西生的小东西还挺有脾气的。昭昭瘪着嘴，正准备大哭，耳边忽然传来两道嘲讽的声音。他赫然回头，发现竟是两只大白鹤。哎呀，这该死的臭老头又欺负人！这臭老头，别看他表面仙风道骨的，实则背后啊是个抠脚大汉，而且抠了脚趾还不洗手，还用那手给呵呵我喂食。刚才是他们在说话，那他们口中的抠脚大汉是？难道是讨人厌的国师老头？哎呦，等什么等？说你两句，你还准备大哭不成？你个大坏蛋，你抠脚趾不洗手，昭昭才不要跟你玩呢！弟弟，我们回家。国师羞得面红耳赤。你这个小东西胡说什么？谁抠脚不洗手了？这温世宜果然不是个好东西，生出来的小东西也不是好东西，就会气我。他娘偷我的丹药，拔我胡子，还给我脸上画乌龟。他女儿竟然说我抠脚不洗手，但是他怎么知道的？这件事就连温世宜都不知道，这小丫头一见面就知道了。哎呀，这老头底裤都被扒出来了啊！笑死呵呵了。哦，这人类幼崽真可爱。他是怎么知道这死老头抠脚不洗手的？他何止抠脚不洗手，他还喜欢闻自己放的屁，每次闻了还要评价一句什么味。想哭又忍不住破涕为笑的昭昭狠狠吹了个2个鼻涕泡。笑什么笑？你这个小东西再敢胡说八道，我就把你扔进水潭里，醒醒脑！昭昭一股脑躲到裴荣景身后，冲他吐舌。咻咻咻！不仅抠脚趾，还喜欢闻自己的臭屁！你个道貌岸然的糟老头！裴荣景嘴角抽搐地将昭昭护在身后，眼神有意无意地看向国师以及他身后的2只鹤。所以是那2只大白鹤告诉他的，国师真的。他别有深意的眼神落在国师身上，小老头顿时浑身一震。你放屁！你这个小坏蛋，你比你娘还让人讨厌呢！你给我站住，看老夫今天会不会打烂你的屁股！国师，昭昭他还是个小孩子。裴荣景，你给我滚开！你再护着这个小丫头，老夫我连你一块打！裴荣景哭笑不得地挡在中间，愣是没让国师碰到昭昭分毫。来，打不着！气死你个糟老头！看你以后还敢不敢骂我娘亲！哎呀！今天老夫不打死你个小崽子，老夫就不姓陆！糟糕，死老头真的发怒了，小丫头要倒霉了。这么大年龄了还欺负一个小丫头，真丢人！话说这老头半夜还偷偷看他爹的花本子呢，就是那本《最美全城狠狠撩，摄政王爷强制宠》。哎呦呦，这要上小丫头他爹知道，不得跟着小丫头一起骂他。昭昭闻言，眼睛倏地亮了起来。糟老头，你站住！你要是再敢上前一步，我就把你床头放着的花本子告诉我爹爹！国师陡然一个急刹车。死丫头，你说什么？老夫怎么听不懂呢？是吗？那不知道是谁天天半夜偷看《最美全城狠狠》。你给我闭嘴！国师一个瞬移冲到了他面前，伸手捂住了他的嘴。这个小丫头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会知道我那么多秘密啊？难道是裴荣景那小子告诉他的？不能吧！他悄咪咪看了眼裴荣景，一脸茫然的神色。这家伙明显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怎么可能会是他呢？你放
国师害怕他继续口出狂言，只能讨好的笑了笑。哎呀，小丫头长得可真是稀罕呐，跟你那娘亲一样好看，还聪明伶俐，能言善辩，蕙质兰心。糟老头，你夸的一点也不走心。小丫头，你可真会说话呀！啊，裴荣景有些无奈走上前，不知国师今日让本王带昭昭过来，所为何事？国师斜斜瞥了他一眼，歪头从腰间取出一块玉佩。哦，这是他娘5年前保存在我这里的东西，现在物归原主。温时宜，他怎么会认识国师，还将东西放在他这里，说明关系不一般。所以他之前口中骂昭昭是坏东西，并不是真的骂，而是长辈对晚辈的一种怨憎。哎，说来话长啊，时宜那丫头。就在裴荣景以为他开始缅怀温时宜时，忽听他继续道：真不是个好东西，气死老夫了，走了还要薅走老夫的还魂丹。哼！糟老头，你要是再骂我娘亲，昭昭就真的生气啦。虽然知道这糟老头对娘亲并无恶意，但是他就是不允许别人辱骂娘亲，国师也不行。玉佩给你们了，赶紧给老夫滚！5年前他为了救这个小东西，还偷了他的还魂丹，他骂2句怎么了？怎么了？国师，你可知道温时宜他上个月已经死了？你说什么？温时宜已经死了。裴荣景说完这句话，一直观察着国师的神情。这国师和温时宜的关系不一般，难道是师徒，亦或者……国师嘴巴干涩的张了张，忽然看到昭昭眼睛红红的，正望着他。小丫头的3魂7魄已经补全，看来她是完成了恩情离开了。唉，死了就死了吧，生死自有天命，那是她的命。老夫只答应将玉佩送还给这个小丫头，其余的一概不管。现在玉佩已经给你们了，没什么事，赶紧走吧。他说完瞪了昭昭一眼，说你呢，快别留在这儿碍老夫的眼了，老夫要去钓鱼去了。昭昭咬着唇，还想问一些娘亲以前的事，就见国师已经捡起鱼竿坐回到了原来的位置。裴荣景暗自叹了口气，将玉佩挂在了昭昭的脖子上。好了，这是你娘亲给你留的东西，你自己保管好，就当是你娘亲还陪在你身边。昭昭一定会保护好玉佩的，这是娘亲唯一留给昭昭的东西了。走吧，跟爹爹回家。裴荣景牵起昭昭的手，转身出了国师府。刚走到门口，就碰到了温逸欢带着苏慕瑶往里走。哼，这不是摄政王吗？臣妇参见摄政王。温逸欢拉着苏慕瑶行了一礼。哼，听枢密院的副院士说，国师大人点名要见中永侯府的大小姐，臣妇这才带着瑶儿来面见国师大人。也不知道我家的瑶儿怎么就入了国师大人的眼，得了国师大人的青睐。我家瑶儿出生的时候便天降彩霞，别人都说她是小福星转世呢。哼，国师大人这次喊她来，说不定是想要收瑶儿为徒呢。哎呀，瞧臣妇的这张嘴，一高兴就有点说不住话了，还请王爷莫怪。哼，能攀上摄政王又如何？我家瑶儿可是被国师亲自点名要见的人，那可是国师哎，即便是皇帝陛下也得礼让3分。若是能让瑶儿拜入国师的名下，那瑶儿的身份和地位岂不是要堪比大圣朝的公主一样尊贵？届时即便这是郡主，也得看我女儿的脸色，想想都觉得解气得很。福星转世，收她为徒，那本王等着世子夫人的好消息。温逸欢笑容一顿，怎么觉得这摄政王一点都不生气？我家瑶儿都要踩到的头上去了，他不着急吗？还是说这摄政王其实也没那么重视？那臣妇就先告退了。温逸欢说完，拉着苏慕瑶就进了国师府。裴荣景牵着昭昭好整以暇地站在原地，也没有要上马的准备。爹爹，我们不走吗？不急，看会儿好戏。好戏？他们吗？刚才那个坏爷爷不是说糟老头要收他女儿当徒弟吗？那我们还在这里看什么好戏啊？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哦，糟老头要收苏慕瑶当徒弟了吗？哼，收就收吧，反正我也不喜欢糟老头，他总说娘亲坏话。不出半刻钟，滚！
都给老夫滚！真当老夫这国师府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呐？什么狗屁钟永侯，本国师根本不放在眼里，再敢打扰本国师钓鱼，本国师就将你们剁碎了喂鱼！昭昭吓得脖子狠狠一缩，爹爹，国师一直都这么暴躁的吗？现在知道他刚才对你有多客气了，要不是有本王在，那家伙真有可能打烂你的屁股。太可怕了，那昭昭以后再也不来国师府了。国师府的大门忽然从里打开，温逸欢和苏慕瑶被人直接扔了出来。仙童，仙童，不是国师大人点名要见我女儿的吗？为什么又要将我们给赶出来啊？温逸欢还想上去询问，仙童直接关上了大门。苏慕瑶小脸煞白，屈辱感涌上心头。他们二人一转头，就看到了站在台阶下的裴荣景和昭昭，顿时身体一颤。王爷怎么还在这里？不是世子夫人让本王在这里等你们的好消息吗？怎么，国师他可是收了你女儿为徒？温逸欢气得脸都扭曲了，险些咬碎后槽牙。没有，许是国师大人今日心情不好，所以才会这般。我们改日再来，他肯定会收瑶儿为徒的。可是糟老头说你们是阿猫阿狗哦，还让你们滚呢。他真的会收你女儿为徒弟吗？该不会是你自己幻想的吧？你这个，我不准你说娘亲！裴荣景神色瞬间沉了下来。敢当街辱骂本王的女儿，我看你舌头是不想要了。温逸欢吓得当时脸都白了。瑶儿，快给小郡主道歉！我不，明明就是他先嘲讽娘亲，你怎么还……你忘了母亲在家里怎么和你说的了？上次的教训还不够？苏慕瑶眼底闪过恨意，咬着唇死死瞪着昭昭。既然不想道歉，那便不用道歉了。来人！一道黑衣人瞬间从空中跃下，给本王掌嘴，30个耳光，什么时候打完，什么时候放他们离开。王爷，你若是再求情，就多加10耳光。温逸欢顿时说不出话了。本王想起来了，之前在淮南王府，苏世子可欠了昭昭5万两黄金，至今未给，3日之期早已经过了，看来本王是时候该去一趟钟永侯府，替我家昭昭讨要欠款了。金灿灿的金子，昭昭喜欢。温逸欢的面色更加白了，苏慕瑶不仅吓白了脸，还吓得尿了裤子。裴荣景冷哼了声，抱着昭昭骑上马走了。平阳侯府马车上，该死的江慈州，老夫若不是看在他父亲是先皇伴读，又是当今圣上太傅的份上，今日老夫必定进宫告他御状。敢审讯他堂堂平阳侯，江慈州的胆子真不小。虽然所谓的审讯就是让他在大理寺喝了一夜的冷茶，但那也不行。沈清在一旁缩成了鹌鹑，大气都不敢喘。平阳侯狠狠瞪了他一眼，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你怎么就不能跟着你表哥多学学呢？这次长乐坊的事情，老夫后面再跟你算账。马车缓缓在平阳侯府门口停下，平阳侯刚走下马车，顿时被一股铺天盖地的恶臭熏得睁不开眼。哎呀，什么味道这么臭啊？他勉强睁开眼，看到眼前的场景，顿时气火攻心。是谁？谁干的？正在打扫的小厮见到平阳侯，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跑到跟前。回禀侯爷，昨夜长乐坊的事情不知怎么泄露了出去，百姓都知道了长乐坊中发生的事情，还知道了长乐坊就是我们平阳侯府的产业，这才一大早就来了我们侯府门口。他们不仅扔烂菜叶和臭鸡蛋，还泼了不少粪水，所以平阳侯一脚踹了过去。你们都是死人吗？怎么不能拦着点啊？小的们拦了，可是那些百姓人太多了，我们根本拦不住。就在这时，与平阳侯府隔了一条街道的钟永侯府门口忽然传来了熙熙攘攘的吵闹声。平阳侯眯眼转过身看去，顿时气得差点倒仰。钟永侯府门口被百姓围着，不断有人送鸡蛋、瓜果、蔬菜，百姓们还在连连夸赞。多谢苏二公子见义勇为，我家女儿才能平安归来。苏二公子真是个大好人，不像平阳侯府的人，简直丧心病狂，泯灭良心，就不该活在这世上。如果朝中有更多像苏二公子这种见义勇为、舍身为民的官爷，那我们老百姓可就有福了。难怪苏逸臣昨天会好心来提醒我长乐坊出事了，原来他根本就是故意的。我看他们钟永侯府就是想害外公您，说不定这幕后之人就是钟永侯。好一个苏逸臣呐，好一个钟永侯府，踩着我平阳侯府为自己搏名声是吧？哼，咱们走着瞧。站在钟永侯府门口把风的小厮立马折返了回去。
大厅里，苏逸晨小心翼翼地跪在地上，小厮小跑着经过他，凑到钟永侯耳边说了几句。钟永侯顿时气得不轻，拂袖摔翻了茶盏。苏逸晨，这都是你干的好事。父亲，孩儿真的是冤枉的。昨天夜里的事情就是个意外啊！意外？你一句意外就完事了？现在长乐坊的事情，平阳侯已经将一切都怪罪到我们侯府头上了，你说说怎么办啊？那孩儿带着厚礼去找平阳侯道歉吗？哼，道歉？你觉得平阳侯会接受你的道歉吗？那现在要怎么办？您总不能打死儿子谢罪吧？哼，也是个不错的办法。父亲，孩儿真的知错了，你千万别打死孩儿啊！苏逸晨趴在地上，汗水浸湿了整个后背。父亲。苏怀瑾急匆匆从外面走了进来。二弟虽然素来行事关让了些，可他万万不敢做出和平阳侯府作对的事情啊！孩儿相信这次事情他也是被人利用了。钟永侯闻言，眼睛眯了眯。逸晨呐，昨夜大理寺的人过去的时候，可有什么奇怪的地方？苏逸晨绞尽脑汁想了想，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他说完，忽然想到什么，有，还真有！摄政王的女儿昭昭郡主，她竟然也跟着大理寺的人去了长乐坊。哦，还有二皇子和六皇子，原本我是根本不可能触碰到机关的，都是那个忽然冲上来抱住我的腿，才害我摔倒，才悟出了机关。对，就是那个搞的鬼，他一定是早就知道了机关在那里，所以才故意的。混账！你当你父亲是傻子吗？那小丫头不过才4岁，她能知道个屁！就算她是故意的，也一定是她身后的摄政王授意的。该死的裴荣景！当初陛下将他提拔成摄政王，目的就是要让他针对我们这些老家伙。看来是上面那位坐不住了，想要收回我们手中的丹书铁券了。侯爷，摄政王来了！父亲前脚刚骂了摄政王，后脚对方就找上门了。钟永侯用最快的速度收敛了脸上的怒气，笑着迎了出去。哎呀，什么风把摄政王给吹来了？真是令我钟永侯府蓬荜生辉呀！蓬荜生辉，一会儿就让你们气得吐血。本王此次前来是来向苏世子拿回之前欠昭昭的5万两黄金的。之前说好的3日，如今已经过去10日之久，不知世子什么时候能把这笔钱交出来？他笑吟吟地说完，目光陡然一寒。世子真是好大的面子，竟然要本王亲自来讨要。钟永侯他猛地转头看向苏怀瑾，老夫给你那5万两黄金呢，你怎么还没有交给摄政王呢？啊？那可是他咬着牙卖了几百亩地和10几间铺子才凑齐的，他竟然敢私吞。当时父亲交给孩儿，我就将那5万两给了易欢，他说他第2日就命人送过去了。摄政王当真没收到。裴荣景被气得太狠，反而笑了出来。你这个人真奇怪，爹爹要是收到了，为什么还要亲自过来讨要呢？更何况当初你欠下的欠条还在昭昭这里呢，难道你们送钱都不拿回欠条的吗？爹爹，这招没有说错吧？我们昭昭都懂得的道理，有些人竟然不知道。哼，看来钟永侯府竟然连个小孩子都不如。温易欢他竟然拿了钱没有交给摄政王，那他把这些钱都拿去干什么了？苏怀瑾，你看看你干的好事，那5万两黄金你若是要不回来，休怪为父罚你去跪祠堂。昭昭在旁边故作惊讶道：啊，爹爹，他们的钱是被人给贪污了吗？那他们会不会不认账了，不给昭昭钱了？他们敢！钟永侯，本王不想听你们找任何的理由。今日本王就要见到那5万两黄金，若是虚实之前还未送到本王的府上，这张欠条明日辰时就会出现在陛下的案前。钟永侯气得直哆嗦，只能眼睁睁看着摄政王离开。他气得转身冲苏怀瑾怒喝：还不快去将你那好媳妇给为父找回来，那可是整整5万两，你竟然就这么交由给他！父亲息怒，孩儿这就去找他，定是他一时忘记了时间，并不是有意吞没了那5万两黄金的。还真会忘了时间，说是摄政王今日没有来讨要，是不是那5万两黄金就进了大嫂的腰包了？苏逸晨，苏逸晨立即闭了嘴，他现在可是不敢和苏怀瑾硬呛了，毕竟长乐坊的锅还在他身上背着呢。苏怀瑾刚走出院子，准备去找温易欢，就见他哭哭啼啼地抱着昏迷的苏慕瑶走了进来，他面色顿时一变，立马快步走了上去。瑶儿，这是谁干的？可恶啊，竟然敢将瑶儿伤成这样！是摄政王，都怪那个
主羞辱我在先，瑶儿气不过，顶撞了他几句，就被摄政王命人打了30个耳光。摄政王简直是欺人太甚。钟永侯听到动静也走了出来。这是怎么了？哭哭啼啼像什么样子？还有温氏，你将那5万两黄金放哪儿了？快给摄政王送过去啊！哼，摄政王竟然为了那个来侯府要钱呢！一欢，钱呢？我将他们放在了匣子里。最近因为瑶儿的事情分了神，竟然将这件事给忘了啊！我改日就让人送过去。不行，今日就送过去。可温一欢暗自咬牙，他早就把钱拿回了娘家，让他现在去送，他去哪里拿钱？他目光忽然扫到苏慕瑶高肿的脸，心中已然有了算计。爹，不是儿媳不愿给，实在是摄政王他太过分了。你瞧瞧，他让人将瑶儿打的。钟永侯这才注意到苏慕瑶，顿时皱眉。爹呀，你可是开国功臣，又有先皇的丹书铁券在手，即便他是摄政王，也不能轻易动您分毫啊！我们何必要受这种委屈？当初在淮南王府，明明是他们打了瑶儿几人，摄政王却还逼着我们签下5万两黄金的欠款，这根本就是欺人太甚。爹，您当真要忍着，让儿媳将5万两黄金送过去吗？若是不给，明日这欠条就会呈到陛下跟前。你是想让老夫去与陛下对峙吗？哼，儿媳倒有一计。你们派人过去传话，就说是儿媳不小心弄丢了，侯府需要重新筹备银两，3日后就是瑶儿的生辰宴，还请父亲邀请摄政王携小郡主前来参加生辰宴。你究竟想做什么？怀瑾，你还不知道吗？那个昭昭根本就不是摄政王的女儿，是姐姐当初偷人生下的。如今她被摄政王领养了，心中满是对我们侯府的怨气，她想借摄政王的手报复我们侯府呢。你说什么？钟永侯也被这个消息砸的是头晕目眩，难怪他第一次见到那小丫头就不喜欢，原来竟是当年抹黑他们侯府的那个污点。所以必须除掉，否则我们侯府永无宁日。夜里，昭昭四仰八叉的躺在床上，不断的吹着鼻涕泡。床上的昭昭额间忽然闪过一道翠绿的光。小丫头，小丫头，老叔我要走了，明日便是我的雷劫，我感知到我可能渡不过去了。待我死后啊，你就将我的树干带回去埋入院中吧。老树虽然身死，但是躯干经受过雷劫的洗礼，有除恶辟邪的作用。小丫头啊，你身上有信仰之力，是得大道者庇护之人。若是……他的声音弱的消失。仙树爷爷，不要走！粉桃连忙走了过来。小郡主，您怎么了？可是又做噩梦了？粉桃姐姐，仙树爷爷刚才来跟我告别了。我不想仙树爷爷死，我想去看看仙树爷爷。粉桃姐姐，你陪我去好不好？小郡主，现在已经深夜了，不如奴婢明日一早再陪您去。不要，仙树爷爷明天就会死的。昭昭难过的跳下床，提着裙子往外跑。哎，小郡主您慢点，您是要去找王爷吗？粉桃吓得赶忙追上去。昭昭刚跑到院子，忽然吹了声口哨，从院子的角落里立马跑出来只大黄狗，赫然就是曾经饭店门口那只。大黄，带我去找仙树爷爷。汪，好嘞。粉桃追出来的时候，只看到了大黄狗驮着昭昭离开的背影。糟了，小郡主不见了！大黄驮着昭昭哼哧哼哧地跑到了山下。好在今夜的月色不错，勉强能看到上山的路。昭昭被颠簸的都快吐了。大黄，我们怎么还没到啊？哎，还早呢，到山顶还得半个时辰。你要是累了，就趴在本王背上睡一会儿。到了，本王叫你。昭昭睡不着，昭昭担心仙树爷爷。仙树爷爷一定不会有事的。大黄，你放昭昭下来，昭昭也能跑，我们2个人跑起来肯定会更快一些的。大黄正犹豫着，昭昭已经自己跳了下来，朝着山顶的方向跑起来。一人一狗就这么在黑暗中奔跑着，忽然一声狼嚎声传来。昭昭和大黄猛地急刹车。哎呀，小丫头，哎呦有狼！山路上走出来一只半人高的母狼，它眼睛冒着绿光，唇角流着液体。他该不会是要吃了我们吧？别担心啊，大黄保护你，大黄很厉害的，一点都不怕，不怕。那你别急，
巴呀！本王才不是结巴呢！我这是冻的。现在是4月天，不冷。宝宝好疼，娘亲。一道虚弱的声音忽然从母狼后背传来，昭昭微微一愣，看向了他的身后，只见山路旁的草丛中竟然还窝着一只小狼。他受伤了。都怪你们人类，要不是你们设置了捕兽夹，我的孩子也不会受伤。人类都该死。那个我可以救他。还好他出门随时都带了疗伤的药粉，而且师傅就在山上住着，完全不怕治不好他。母狼狐疑地盯着他。我是说真的，昭昭身上有疗伤的药，而且如果昭昭说了谎，你随时都可以吃掉我的。昭昭腿短，跑不快的。好痛，娘亲，好痛！母狼转过身走到小狼身边，宝宝不哭，娘亲一定会救你。昭昭小心翼翼地跑了过来，刚走近就看到了小狼腿上深可见骨的伤口，他眼睛红红的，掏出疗伤药，蹲下身体撒在了小狼的腿上。小狼疼得一哆嗦，忍不住呜出声，不过很快疼痛感就消失了，只剩下了凉凉的感觉。他抬起毛茸茸的脑袋，蹭了蹭昭昭的小腿。你伤得很严重，昭昭这药多给你吧。他将药瓶放在了地上，母狼见状，用脑袋抵了抵小狼的头，然后叼起小狼塞到了昭昭怀里。人类，你救了他，以后他就是你的了。希望你能善待我的孩子。你想把他送给我啊？可是他不是你的孩子吗？你怎么舍得？他们皓月狼族最是知恩图报，你救了他，他就得以身相许。嘿嘿，小丫头，你出趟门捡了个小崽子。不要以身相许，昭昭还不想嫁人。嘿嘿，你想什么呢？是他的命，以后就跟着你了，成年后会很厉害，可以保护你。可是他离开娘亲会难过的，昭昭不想。帮你救他的那颗棋，他就是你的。如果你抛弃他，他就会死。这是皓月狼族的规矩。母狼说完转身就走，一步三回头，满眼的不舍，然后转身跑得飞快。终于将这小崽子给送出去了。上次这小丫头上山，就感受到了大气运者现身，想把小崽子送出去。奈何当初这小丫头身边的人太多，我怕她刚出现就被那群人给打伤了，不枉费我蹲守了这么久，终于让她等到了。小狼崽缩在昭昭怀里呜咽起来。娘亲说了，跟着小主人有肉吃，以后能天天吃到肉。虽然舍不得娘亲，但我以后会经常回来看娘亲，还要给娘亲带好多好多肉肉。还不知道被2只狼给算计了的昭昭欲哭无泪，他也不想养只狼啊。什么？你说昭昭跑出去了？裴荣景面色都黑了，他里3层外3层的让人守着王府的大门和院墙，就是为了保护这丫头。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小丫头竟然会让狗带着他钻狗洞。他可说了要去哪里？小郡主口中嚷嚷着仙树爷爷，还说不要让他死，该不会小郡主其实是去找仙树了吧？白云山上时常有野兽出没，若是昭昭，他不敢再继续往下想。烟雨，牵本王的马来。昭昭和大黄的腿都快跑断了，才终于爬到了山顶。好在一路上再没有遇到任何意外，殊不知这一切都是母狼的功劳，他一直在暗中保护他们。昭昭跌跌撞撞跑向仙树。仙树爷爷，小丫头，你怎么来了？老树不是让你等明日过后再来吗？昭昭不舍地抱住他。昭昭不要仙树爷爷死，此乃是老树的天命，老树也躲不过去了。不过你能来看老树，老树已经心满意足了。就在他这话说完之际，鱼肚白的天空忽然再次陷入黑暗，恐怖的雷鸣声响起，无数的电龙在天间游走，好似随时都要劈下来一般。老树见状大惊失色，推开昭昭。小丫头，你快走，老树的雷劫到了。我不要，仙树爷爷，我求求你，你不要死。眼看着天雷滚滚，轰隆隆劈了下来。不要！
在天雷即将落在仙树身上时，昭昭本能地扑过去抱住了仙树。不要让仙树爷爷死，娘亲已经死了，我不想再失去树爷爷。小丫头，小丫头！千钧一发之际，雷电猛地转弯，劈在了听到动静跑出来的秦谷主身上。我就是出来看看，怎么还被雷劈了？秦谷主刚准备爬起来，一道天雷再次劈下。天雷劈完以后，又酝酿了一道，却迟迟没有劈下。就在秦谷主以为自己倒霉的要死在雷电之下时，天空的雷云突然消散了，天空也恢复了鱼肚白。是本王瞎了吗？刚才那道天雷是不是突然急转弯了？昭昭嘴角抽搐地看了眼师傅一眼，又眼巴巴转向仙树。仙树爷爷，你是不是就不用死啦？应该吧。就在雷电劈完以后，他竟然神奇地感受到体内涌入了大量的灵气。不仅如此，他好像还开发了某种新功能。小丫头啊，你要不要先去看看你师傅啊？他可能快要死了。昭昭嘴巴一张，好似才反应过来，拔腿就跑。师傅，你没事吧？你不会要死了吧，师傅？你可以生好不好？师傅！哎呦，别摇了，再摇下去我就真死了。昭昭一愣，赶忙撒手。师傅，你真的没事吗？秦谷主缓过劲儿来，才从地上爬起来。好端端的，这咋突然遭雷劈啦？师傅，你是不是缺德事儿干多了？有你这么说你师傅的吗？老夫可是神医谷谷主，专门治病救人，我怎么会干缺德事呢？那你怎么会被雷劈呢？这个，他也想知道啊。秦谷主忽然反应过来了，除了看到一只大黄狗和小狼崽，并未看到其他人。对了，小丫头，你怎么一个人呢？你爹呢？侍卫呢？昭昭是一个人上来的。你是偷跑出来的？昭昭点点头，笑弯了眼。师傅，你能不能收留昭昭一晚呀？你大半夜不睡觉，跑到老夫这儿来干什么？你别告诉老夫你想为师了。仙树爷爷雷劫到了，昭昭不想仙树爷爷死，所以就上来找树爷爷。可是树爷爷的雷劫不知道为什么劈在了师傅身上，所以树爷爷不用死啦。嘿嘿。啥？感情我是替仙树挡雷劫了？等等，怎么听小丫头这语气，好像劈的不是仙树，她很开心呢？我可是她师傅啊，我被雷劈了，她就这么高兴啊？气死老夫了！仙树听到这里，晃动了下树冠，有点幸灾乐祸。肯定是他吃了老树我2颗果子，体内有我老树的精气，天雷将他当成了老树我给劈了。秦谷主整个人一震，眼神犀利地扫过四周。谁在说话？昭昭和仙树一愣。师傅，你听到什么了吗？不会吧，难道师傅被雷劈之后也能听懂生灵说话啦？你刚才没听到这里有其他人说话吗？有吗？有。秦谷主来回跑了圈。奇怪呀，刚刚明明听到了除了你之外的人说话，难道是老夫被雷劈的出现幻听了？他听到仙树说话了。大黄忍不住张大嘴，但是他说话，秦谷主却毫无反应。该不会是老树我终于能开口说话了？想多了，并没有。那他是咋回事啊？此时秦谷主还在周围转悠着，似乎又听不到仙树说话了。仙树和大黄的目光不由得落在了昭昭身上，所以刚才是因为小丫头点兵点将，点到谁就死。昭昭惆怅地数着鸡鸭鹅，小狼崽饿了非要吃肉肉。昭昭不想杀生。谁知对面的鸡鸭鹅却不乐意了，个个疯了似的冲过来。呀，小丫头，快选我！滚开！明明是老鸭我先到的，你插队，你不要脸！嘿，你再骂就试试，信不信哥哥大我现在就扒光你的毛？都让开！这次的机会让给鹅鹅吧，我是你们之中年份最久的，让我先下去投胎吧。快选吧，小丫头，你这不是杀生，你这是帮他们解脱呢。这小丫头并不知道她一身的金光，若是被她选中送下地狱，那可是要功德加身的，来世不用再做六畜。大黄流着哈喇子冲到皓月跟前。毛，兄弟，你吃狗肉不？皓月嫌弃地瞥了他一眼。狗肉酸不吃。没品位的家伙。眼看着那群鸡鸭鹅失控，开始互相攻击，昭昭无奈地点中其中一只最大的鹅。就他吧，
够大够肥，肉还多，够吃。小丫头，你的大餐来喽！然后他猛地冲下，脖子一拧，断了。为什么感觉这只鹅死得这么开心呢？秦谷主洗漱完刚走出来，就瞧见了这一幕，痛心疾首地跑过来。哎呀呀呀呀呀呀！老夫养的鹅呀，你怎么就想不开自杀了呢？他抱住鹅的尸体。你说你呀，老夫将你养大容易吗？你说你一只鹅，你有什么烦心事儿啊？你还没给老夫下够1000颗蛋，你怎么就死了呀？鹅呀，鹅呀，你快醒醒啊！你快起来继续下蛋呐！哎呀呀呀呀呀呀！这个糟老头坏得很，天天都想我们下蛋，气死了！为什么死的不是丫丫？还1000颗蛋，他这是想榨干了我们再吃了吗？鸡鸭鹅怨气冲天，冲着秦谷主骂得可脏了，昭昭都不好意思听，从秦谷主怀中抢过大白鹅就跑。师傅，这只鹅归我了。皓月说他饿了，要吃肉肉。哎呀，你这个没良心的小丫头啊！你为了一只小狼狗就要吃了老夫的大白鹅？你站住！他还没有下够1000只鹅蛋，我还可以再抢救一下呢。唉，窒息，太窒息了！这个老头子坏得很，当初就是想这么榨干我的，想想就来气。仙树的树枝猛地伸出去，绊倒了秦谷主。哎呦喂，哎呦，嘿嘿嘿嘿嘿。昭昭抱着大白鹅，大眼瞪小眼，他扭头看向皓月：“你们狼族是可以生吃的吧？娘亲不是说跟着主人可以吃到美味的肉肉吗？”小皓月，你别哭啊！昭昭也不会做鹅。大黄，你会做吗？我是狗，你见过狗会做饭的吗？那你做啊！你做了，昭昭就见过啦。大黄，你可是京城中最厉害的狗狗啦，还是在酒楼里长大的，你一定可以的。昭昭，我相信你。皓月跟着阿木，大黄被夸得龇牙一笑。那大黄我试试。大黄立马变成了厨神黄，指挥昭昭：“你去打水来，小狼崽，你去拔鹅毛。”皓月嗷呜一声：“不拔毛就别想吃肉。”皓月顿时偃旗息鼓，用嘴拔毛去了。等皓月将毛都啃光了后，昭昭也提水进来了。大黄的锅已经支起来了，鹅也被直接下锅。大黄，你确定这样能吃吗？昭昭记得娘亲都会取出内脏，还要洗一洗的。哎，小丫头，你不懂，大黄我这才是原汁原味，保管好吃。秦谷主带着找过来的裴荣景进来时，眼珠子差点瞪出来。奇猛了，他竟然看到狗做饭了。昭昭看到裴荣景，脖子一缩，小跑过去：“爹爹，爸爸！”别以为你撒娇，爹爹就会原谅你。那昭昭，请爹爹吃大鹅好不好？裴荣景扫了眼锅里的大鹅，确定这能吃？秦谷主痛心疾首地冲过去。哎呀，我说你这个小畜生啊，这鹅是这么做的吗？这不是纯浪费老夫的大白鹅吗？大黄被骂了，气哼哼的呲牙咧嘴。秦谷主一勺敲在他头上：“你瞪什么瞪啊？你给我看好了，老夫现在就教你怎么做铁锅炖大鹅。”别看秦谷主不靠谱，但是这铁锅炖大鹅的手艺真是一绝。酒足饭饱后，和仙树和师傅告别后，昭昭几人开始返程。所以你准备带回去养着？大黄说皓月长大之后会很厉害的，还可以保护昭昭哦。爹爹，你会同意的吧？我不同意，你就不养了。嘿嘿，爹爹最好啦，肯定会答应昭昭的，对吧？好。回去的路上还真是奇遇不断，不是小松鼠忽然从树上掉下来落到了昭昭的怀里，就是有蛇睡在路中间拦住了去路，要么就是野猪跟着他们走。不可以，你们就死心吧，昭昭是不会带你们回家的。小动物们顿时伤心地垂下脑袋。那昭昭以后经常来看你们好不好？小动物们顿时兴奋地抬起头，将怀中的东西都丢在了路上，一溜烟消失不见了。大黄哼哧哼哧地跑过去：“小丫头，你要发财了！他们给你送的可都是白云山100年难得一见的珍稀药材，有人参、灵芝、鹿茸，天哪，竟然还有金蚕壳！”裴荣景抱着昭昭从马背上下来，走了过来，在看到那些名贵的几乎在整个京城都很难买到的药材时，也是一震，下意识地看向了身旁的昭昭。他的昭昭似乎很不一样，他不仅能听懂动物说话，还会不自觉地吸引动物，得到他们的好感。
尤其是从今日开始，那种感觉相比较之前更为浓烈。一支利箭猛地从林间射出，裴荣景眼睛骇然大惊，一把拉过身侧的昭昭，闪身躲过。林中猛地冲出一群黑衣人，就是他，大的不论生死，小的必须活着带回去。这些人是冲着昭昭来的。裴荣景目光骤然一寒，伸手抽出了腰间的软剑，将昭昭护在了身后。大黄背着皓月，倏地窜进了草丛里。哎呦，大黄，我先走一步喽！放我下来，我要去救主人。就凭你，对面的人一剑就将你挑飞了，你还是别过去添乱了。不行，主人不能死的。皓月一急，从大黄的背上跳了下来，本就有伤在身，这下子伤口又崩裂了。黑衣人很多，明显是蓄谋已久。嗖的一声，一支袖剑打中裴荣景的左肩。爹爹，你快放下昭昭吧，他们要的人是昭昭。裴荣景面容冷峻，一剑斩杀了靠近的黑衣人，从腰间掏出口哨。傻丫头，你是爹爹的女儿，我怎么可能将你交给他们？放心，燕羽他们就在山下，这些黑衣人带不走你。他喊了帮手，我们快速战速决。那小丫头是他的软肋。话音刚落，黑衣人直接带着手下欺身而上，40-50人冲到了前方，拖住裴荣景，其余人转到了他的身后，开始对昭昭下手。长刀近在咫尺，眼看着要砍在昭昭后背。不要啊！皓月骑着大黄猛地窜出来，扑到了刀背上，硬是将刀推开了一个方向。该死的小畜生，这是哪里冒出来的？我是你黄爷爷，你这个垃圾杂碎，敢伤小丫头！大黄，我跟你拼了！皓月指挥着大黄专门攻打这些人的下盘，不一会儿几个黑衣人就被他们合伙给弄倒了，但这也彻底激怒了黑衣人，刀剑无眼的冲2只小兽胡乱砍杀。皓月受了伤，痛苦的嚎叫起来，他的声音瞬间吸引了跟在附近的母狼。母狼庞大的身躯急速的奔跑过来，身后还跟着无数的公狼。就是这群崽子要伤害我崽崽的主人，上啊，咬死这群崽子！有了狼群的加入，裴荣景终于得到了喘息的机会，护着昭昭退到了一旁。昭昭迅速从他的背上下来，从荷包掏出药粉，边哭边给他上药。都怪昭昭，要不是昭昭偷偷跑出来，爹爹也不会受伤。爹爹，昭昭是不是个灾星啊？娘亲死了，现在爹爹也要死了。别胡说，我家昭昭才不是灾星，而是爹爹的福星。这些人想要杀害昭昭，他们才是坏人。可是爹爹不疼，昭昭不哭了啊。裴荣景的话刚说完，紧接着无数的小动物开始从白云山上冲下来，其中就有刚才离开的小松鼠、野猪还有蛇。野猪如同脱缰的野马，横冲直撞，将那群黑衣人撞得头晕眼花，口吐鲜血。蛇就更厉害了，在四周设置了包围圈，把所有黑衣人都挡在了里面。老大，这是怎么回事啊？他们好邪门，难怪那人花重金求我们不会全都死在这里吧？都给我闭嘴，要么冲出去，要么死在这里。黑衣人不再攻击，开始各自掩护着撤退，但是蛇早已经将他们的后路堵死了。恰在此时，燕羽也带着人杀上来了，刚冲过来就看到了眼前的一幕，顿时傻眼了。他目光四处扫看，终于在路边发现了裴荣景，一刻不敢耽搁地冲过去。喂，你没事吧？死不了，抓住他们，务必留下活口，问出幕后之人。黑衣人退无可退，前有蛇，后有狼，左有野猪，右有人，想要逃出去比登天还难。誓死捍卫雇主，我等共赴黄泉路。黑衣人齐刷刷举起刀剑抹向脖子，下一秒，只见每个人的裆部同时悬挂着一条小蛇。黑衣人尖叫着，同时捂着裆部，痛苦哀嚎。嘿嘿，我听说刺客的牙齿中都喜欢藏着毒药，他们自杀不成，肯定会咬碎毒药的。小松鼠的话刚说完，无数的野猪疯了似的压在刺客的身上，后者非常默契地伸出小爪爪，扣掉了他们的大牙，彻底断了黑衣人想要自杀的路。这一幕发生的太快，别说是燕羽，就连裴荣景都始料未及。王爷，刺客已经全数抓住。裴荣景从地上站起来，走到领头人面前。是谁派你们来的？你最好想清楚再说。如今你已经落到了本王的手里，本王有10000种办法让你开口。黑衣人头领硬气地撇过头，想要他出卖雇主，门都没有。
下一瞬，只见小蛇不知何时又爬上了他的双腿间。快说，再嘴硬，牛牛给你咬掉。弟弟，什么是牛牛？蛇蛇说要咬掉这个叔叔的牛牛哦。裴荣景面色瞬间黑了。不该问的别问。我说，黑衣人从怀中掏出一块玉佩。我们接单子从来不问雇主的身份，这是雇主的信物。您是摄政王，想要查清楚背后之人，应该不难。玉佩质地莹润，一看就非凡品。看到玉佩的最角落雕刻着一个温字。温国公，是他想要刺杀昭昭吗？对方想要你们杀了昭昭啊？不是刺杀，对方只让我们带走他。至于想要做什么，我们并不清楚，而且我们并不知道您是王爷呀。我已经把我知道的都已经说了，您能不能放过我这帮兄弟？你们是千羽阁的人啊？您怎么知道的？裴荣景用软剑挑开了他胸前微微敞开的衣襟。千羽阁的人，每个人的胸口都会刺上豹子丹青。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我们的身份，还请给我等一个痛快。裴荣景抱着昭昭闪身上了马，他牵着马转向黑衣人。据本王所知，千羽阁下干的是买卖消息的生意，何时也开始暗杀掳人了？江湖中人自然是有钱就赚。既然如此，燕羽处理干净。怕是千羽阁内部出了问题，不过这可不是他关心的。敢伤害昭昭就该死。裴荣景带着昭昭一路疾驰，直接闯进了金銮殿。此时朝会还未结束。摄政王到。高位上的皇帝登时站起身。是谁伤了你？微臣此次前来，就是希望陛下能够惩治幕后之人。今日微臣与臣女昭昭遭遇了上百人刺杀，幸得死里逃生，刺客也尽数伏主。不过刺客临死前交代，是有人拿着这块玉佩让他们来刺杀我们。这块玉佩的背面刻着一个温字。裴荣景的话音刚落，皇帝射向温国公，后者茫然的抬起头，扑通一声跪在地上。陛下，老臣是冤枉的呀。海公公立即从摄政王手中接过玉佩，折返回去递给皇帝。皇帝拿起玉佩，端详了半天，猛地将玉佩砸在温国公身前。这玉佩乃是当年进贡之物，温懿欢大婚之日，朕赐给了你温家，你还敢说你是冤枉的？他颤巍巍从地上捡起玉佩，看了眼玉佩的样式。这是陛下御赐之物没错，可是1年前老臣就已经将这玉佩献给了温贵妃了。陛下若是不信，万可以命人去查看一番。温贵妃已经被朕一条白绫刺死，难不成刺杀之人还能是个死人不成？可那也不是老臣呢。可是老臣真的是冤枉啊！老臣哪有胆子刺杀摄政王啊？您就是给老臣100个胆子，老臣也不敢呐。海公公微微蹙眉，回禀陛下。陛下，这玉佩老奴见温贵妃死的时候还带在身上。死人的东西晦气，就连贪财的工人都不屑去拿。他甚至让人葬掉温贵妃的时候，还将玉佩一并埋了。这怎么又出现在了刺客的手中？昭昭昨夜没睡好，此时站在底下，小脑袋一点一点的。皇帝瞧见了昭昭的模样，忍不住招招手。来，昭昭，到朕的身边来。昭昭猛不丁听见有人叫他，茫然的抬起头。还愣着做什么？快过来呀！昭昭看了眼裴荣景，见对方点头，这才小跑着扑进了皇帝怀中。昭昭，今天有没有被吓到啊？昭昭没事，就是爹爹为了保护昭昭受了伤，昭昭心里难过。昭昭不哭，黄伯伯呀，一定替你找到幕后真凶，将他绳之以法。昭昭实在太瞌睡了，小脑袋点了点，竟然趴在了皇帝的腿上睡着了。皇帝眼底浮现出宠溺的笑。陛下呀，老臣与摄政王无冤无仇，为何要派人害他呀？陛下，您可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还老臣一个清白呀！恰在此时，一只大白猫忽然从屏风后钻了出来，顺着房梁爬到了上面，找个舒服的位置卧下。这有什么好争执的？去查一下玉佩还在不在温贵妃身上，不就知道了。谁在说话？皇帝闻言猛地一震，然而他看了一圈也没发现是谁在说话。裴荣景下意识看了眼昭昭，又看了眼房梁上的大白猫。皇兄，他这是听到了大白猫说话。这皇帝耳朵是不是出毛病了？刚才有人说话吗？本喵怎么没有听到？御膳房的鱼做的是越来越难吃了，有点怀念胖大厨的生鱼片了。可惜胖大厨被陷害投毒，已经押入大牢，还不知道死了没有。
哎，这些人怎么都不说话了？难道4个是谁已经知道了？要本喵说，这玉佩竟然是温贵妃的陪葬之物，直接开棺检查一下不就清楚了？愚蠢的人类，还没你猫爷爷聪明。皇帝狠狠地眨了眨眼，惊愕地看向了房梁上的大白猫。朕今天起草了，出现了幻觉了，竟然听到了一只猫在说话。他茫然地看向文武百官，却见他们毫无反应，所以只有朕能听到。他压下心底的震惊，又害怕吓到那只猫，只能悄悄冲海公公招手，凑近他的耳朵小声吩咐了句：去查一下御膳房之前是不是有个胖厨师犯了事，若是还活着就将他放出来。另外命人去开温贵妃的棺材，看看是否有人动了陪葬品。海公公心中猛然一惊，赶忙退了下去。金銮殿安静如鸡，唯有温国公跪在地上，大气也不敢喘。他刚张口，还没出声，就被对方一个眼神瞪回来了。皇帝宠溺地拍着昭昭的小肩膀，大白猫的声音还在继续：站在最左边第1排那个，该不会就是钟永侯吧？据说他那个2儿子私底下可是个变态，就喜欢虐待女人。这狗皇帝还想给他儿子颁个见义勇为奖，真是瞎了眼了。这小畜生竟然敢骂我是狗皇帝，还瞎了眼！哼，等退朝一定命人捉住他，非得好好教训一顿。哎，那个低着头快睡着了的，不会就是礼部尚书吧？他女儿被穷书生洗脑，都快上赶着给人家去生孩子了。殊不知那穷书生早就有了结发妻子，就等着她怀孕后给她当小妾呢，既得了钱财又得了美人。不行，下朝后一定要提醒一下周爱卿，她就这么一个女儿，若是出事了还不得伤心死啊。皇帝还想偷偷吃几个瓜，奈何海公公已经回来了。陛下，陛下，大事不好了！只见海公公扑通一声跪了下去。陛下，温贵妃的墓被盗了，不仅如此，温贵妃的遗体也不见了。你说什么？于德海，温贵妃是你看着下葬的，她的遗体怎么会消失呢？你还不快给朕一个解释！文武百官也被这个消息砸的是头晕眼花。陛下，温贵妃会不会根本就没有死，以此假死脱身呢？就是啊，那可是皇陵，何人敢偷盗皇陵啊？这可是诛九族的大罪啊！依老人看，这绝对是温贵妃死里逃生的计谋，说不定温国公也参与其中。温国公一屁股坐在地上，脸色煞白。你们胡说八道，本官才没有！皇帝的目光阴恻恻的，看起来格外吓人。陛下，这绝无可能啊！温贵妃是老奴亲眼看着处死的，而且以防万一，老奴还给她灌下了鹤顶红，即便她是神仙转世，也活不了啊！裴荣景眉尾拧了拧，这件事似乎比他想象中还要棘手。陛下，这件事可否交由微臣去查？务必查出幕后真凶。敢偷到他的皇陵中去，胆子不小。这群人在那里叨叨什么呢？一惊一乍吓死叔叔了。就那什么贵妃的墓被盗了，尸体都不见了。哦，这事儿叔叔知道。我钻过皇陵的侄儿说过，好像是个满身白袍的人将那尸体带走了，还说要炼制成什么，哎呀我忘了。唉，咱们的日子是一天比一天难过喽。叔叔我现在偷一块糕点都难了。可不是嘛，御膳房的人又多，看着又野。我上次就偷了一根鸡腿，那厨娘拿着菜刀追着我砍。这老登非说什么酸儿辣女，除了辣的一概不吃，吃辣的吃的痔疮都破了。出宫的时候要了老命了，硬是为了生女儿一声不吭，真是牛啊！他就是把全京城辣子吃完了，他也生不出女儿，他命里就注定没有女儿。盛怒的皇帝猛地一怔，讶然地瞧了眼房梁上的大白猫，见他似乎是睡着了，根本没说话，目光如炬地在大殿中四处搜索，最终落在了金銮殿角落的桌子下。2只老鼠缩在桌子下，啃着芝麻饼，吃得津津有味。皇帝气得面红耳赤，他吃辣怎么了？他就想要个女儿怎么了？还有这2只小畜生是怎么知道他出宫要了老命？他们躲在一旁偷看了。皇帝的秘密被2只老鼠给戳穿，气得吹胡子瞪眼。下方的朝臣瞧着他，一会震惊，一会儿又气得面红耳赤，连大气都不敢喘。皇帝急着下朝去看看这猫和老鼠是怎么个事。温国公以及温国公府所有人全部收押，待刺杀一事查明真相，再行放出。不管这事儿是不是温贵妃死而复生做的，这次我都会借着这个由头打压温国公，
他有丹书铁券，我动不了他们。但那又如何？刺杀摄政王就是诛九族的大罪，管你有没有，先关押了再说。更何况这老登还想抢走昭昭，挫他的春秋大梦去吧。陛下，陛下，老臣冤枉啊！哼，退朝。不是，陛下怎么走了？连个解释的机会都不给呀！哎呀！一向看温国公不顺眼的淮南王笑吟吟地走上前。哎呀，这还是本王头一次见到国公爷要进大牢的，真是可喜可贺呀！你也算是喜提一次牢狱之灾了啊！温国公气得面红耳赤，站起身指着他怒斥：哼，淮南王，你别得意，陛下敢这么对我，也能这么对你，老夫等着你喜提牢狱之灾。皇帝第一时间将海公公叫了过来，你去将金銮殿房梁上那只白猫给朕抓来，陛下这只喜欢上猫了。是，奴才这就去。海公公刚走到御书房门口，皇帝再次叫住了他。你等等，再将金銮殿南边角落里的老鼠一并给朕抓来。还不快去！海公公连忙低头退了出去。陛下今日这是怎么了？又是猫又是老鼠的，莫非是今日温贵妃遗体丢失之事刺激到了陛下？海公公刚退下，裴荣景就走了进来。皇兄，我来接昭昭。朕瞧着不如将昭昭留在宫里吧，跟着你真是遭罪，又是刺杀又是受伤的。这次是意外，下次绝对不会发生了。那些刺客，他们都是些江湖中人，查不出什么头绪，唯一的线索就是那块玉佩。皇兄觉得这事儿会是温贵妃做的吗？若真如海公公所说，这温贵妃80%是死透了，只是什么人会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偷走她的尸体呢？皇帝皱眉想了下，刚才那2只老鼠似乎提到了什么白袍人，但是他不能将他听到动物说话的事情说出来，否则摄政王定是要以为他疯了。这件事朕也会命人调查，不过温贵妃确定已经死了，不可能会是幕后真凶。这样，你命人调查下京城哪里有可疑的白袍人出现，若是发现，立即逮捕。白袍人，皇兄可是知道些什么？皇帝被瞧得一阵心虚，他立马站起身，绕过龙案，走到裴荣景身边。刚才海公公回来说，温贵妃遗体失踪那几日见过白袍人经过，朕也只是怀疑。他绝对不能说他是听2只小老鼠说的，所以这锅就让海公公背着吧。裴荣景眼底闪过压抑的笑意，皇兄这会怕知道他能听懂动物说话，将他当成疯子？既然他不想说，那他也不戳穿，看他能忍到什么时候。裴荣景压着嘴角的笑应了声，将龙椅上的昭昭抱起来。今日昭昭受到了惊吓，臣弟先带他回府了。皇帝不舍地瞧着昭昭，朕的提议你要不要再考虑考虑，昭昭留在宫里。摄政王转身就走，跑得飞快，好似身后有什么洪水猛兽在追。半个时辰后，海公公终于带着御林军回来了，手中还提着一只不断折腾的大白猫。海公公有些害怕地跪下：陛下，是老奴没用，只让人捉住了这一只大白猫，您说的老鼠，老奴实在是没瞧见呢。皇帝闻言也没恼，毕竟老鼠会打洞，没那么好捉住。将它抱过来给朕。海公公听话地将大白猫放在了龙案上，还害怕它会跑了，给它五花大绑，结实得很。这皇帝抓本喵来干什么？落在皇帝耳朵里就成了喵。说人话。说人话？什么说人话？我只是只猫，你见过哪家的猫会说人话的吗？没听懂吗？朕叫你说人话。这老登怕不是个傻子吧？竟然让本喵说人话。本喵是能说话，本喵不得成精了？他是不是御膳房的毒蘑菇吃多了？在金銮殿上的时候不是骂朕骂得挺欢吗？这会儿不停的喵喵喵是什么意思？还跟朕面前装呢？朕让你说人话，你听不懂吗？再敢跟朕喵喵喵，小心朕要了你的脑袋！这皇帝是不是疯了？他竟然逼着本喵讲话！
本庙也想讲啊，可本庙一只猫哪里会啊？老邓，你给本庙说实话，你是不是看本庙不顺眼，想要找借口处理了本庙啊？朕叫你闭嘴，不准喵喵喵！大白猫立即止住了枪，害怕地瞪着他。这狗皇帝不会真的要杀了本庙吧？本庙真的不会说话。皇帝见他然真的立即停下来，颇得意地挑了挑眉，还给朕装不会说人话，朕怎么叫你闭嘴就停下了？你和老邓都要杀我了，本庙哪敢不住嘴啊？你到底想干什么啊？你给本庙一个痛快！喵喵喵！皇帝眉头狠狠蹙起，他都这么威胁了他，这只猫怎么还在喵喵喵？你当真不会说人话？大白猫听懂了，狂点头。不会啊。那你能听懂朕说话吗？大白猫犹豫了下，他抬起眼眸对上皇帝危险的眼睛，点头如大蒜。听得懂，听得懂。既然能听懂朕的说话，那朕问你，你是不是在金銮殿上骂朕了？大白猫直接实话，不是他怎么知道他骂他了？感情他现在把自己抓过来，就是因为他骂了他。他支支吾吾的，连喵喵声都弱了。哼，这会儿知道怕了。这大白猫有点意思，难不成他今日听到他说话是有什么契机？时间、地点，还是必须在上朝的时候？他先是带着大白猫去了金銮殿，还是听不懂，又换了时间，还是不行，就连跟在身后的海公公都不知道陛下想要做什么了。皇帝重新回到御书房，将大白猫抱进怀里，给他松了绳子。朕听你说喜欢吃御膳房胖厨师做的鱼，朕已经命他给你做着了，以后你就留在朕的身边，哪里也不许去。若是你敢逃跑，朕就扒了你的皮做成围脖。如果契机不是出在他的身上，那必定是在这只猫身上。既然能听懂第一次，那就会有第二次，他相信总能找到原因的。本庙真是刚逃出了疾风的魔爪，又落进了这皇帝的手中。不过有胖大厨做的鱼吃，也不是不能接受啊。这天，昭昭躺在椅子上，笑呵呵地看向对面两个美女姐姐。你们就是爹爹给昭昭安排的暗卫吗？红英和荔枝对视一眼，齐齐跪下。手下荔枝见过小主子。昭昭哪里见过这阵仗，她笨拙地跳下躺椅，小跑到两人面前。快起来，快起来，不要跪昭昭。是。红英和荔枝十分听话地站起身。这就是小主子吗？长得和王爷真像。就在这时，嘿，小崽子，你疾风爷爷来看你了！眼看着他庞大的身躯即将扑到昭昭，两道身影如同闪电般划过，下一秒，疾风来得快，去得也快，约莫过了10个呼吸间，疾风才一瘸一拐地再次走进院子。小崽子，刚才的一幕发生得太快，昭昭都呆住了。好一只畜生，竟然还敢来！让我来，今天非得将他大卸八块了不可。荔枝抽出腰间的短刃掠过去。小崽子，快救救我！你的人要杀狗了！眼看着荔枝即将手刃疾风，荔枝姐姐住手，它是三哥的宠物。荔枝眼疾手快，匕首堪堪停在疾风的脖子处，疾风扑通一声，吓得跌坐在地上。这比宫中的御林军还要可怕，我可是后宫一代霸主，竟然被一个黄毛丫头给吓破了胆儿。这要是说出去，我哪里还有脸面在宫里混啊？裴彦白从院子外走了进来，不愧是皇叔培养出来的暗卫，身手不错。三哥，你今天怎么有空过来？你个小没良心的，说说你上次见三哥都是什么时候的事了？怎么都不说去看看三哥？三哥今日若是不来，你是不是都忘了三哥的存在了啊？嘿嘿，三哥说笑了，昭昭才没有呢。他探出身子朝外望了眼，怎么不见二哥和六哥？他们没有一起来吗？他们课业落下太多了，夫子不愿放人。昭昭想见他们，恐怕要等到端午节休幕了。那好吧，还好昭昭不用上学。裴彦白闻言，眼底闪过一道光。昭昭如今已经4岁了，皇叔怎么没想着给他找个启蒙老师？莫非皇叔第一次当爹，竟把这事给忘了？看来他是时候跟皇叔提一提了。刚才还在庆幸的昭昭，殊不知自己也将迎来痛苦的学业。疾风从两人外面挤进来，小崽子，快上来！你疾风爷爷带你出去玩。昭昭看了看裴彦白，三哥准备带昭昭去哪里玩呢？裴彦白直接提起他的后颈，将他放在了疾风的后背。郊外的花都开了，三哥带你去放风筝，好不好？好耶！
佳佳最喜欢放风筝啦。他们刚准备离开，大黄的声音从身后急呼呼响起。小丫头，你是想背着我们偷偷出去玩啊？疾风一瞧见大黄，顿时龇牙咧嘴。哪里来的丑狗，给本大爷滚远点！哎呦，我可是小丫头的看门狗，你是哪冒出来的？敢让你黄爷爷滚？没错，小主人已经有狗了，你是哪位？两狗一狼吵得不可开交，周围人只听到3只正在疯狂的汪汪汪，顺便夹杂着一声狼嚎。好丢人啊，怎么回事？好不容易安抚好了3只，他们终于出了府。等他们到了城郊时，就看见天上飞着各种各样漂亮粉嫩的风筝。昭昭骑着疾风，抓着风筝在前面跑，身后跟着凑热闹的大黄和皓月。巨大的丑蜈蚣刚升空，四周齐刷刷射了无数道好奇的目光。哇，那风筝好酷啊！怎么是个小丫头在放？她看起来好眼熟啊！这不是摄政王刚认回来的小郡主吗？同样来放风筝的苏慕瑶等人瞧见这一幕，嫉妒的鼻子都气歪了。娘亲，你快看，是那个。疾风驮着昭昭追着风筝跑了好几圈，这才累得吐着舌头回到裴艳白身边。昭昭从疾风身上跳下来，三哥你快看，昭昭的风筝最亮眼啦！独一无二，可不就是最亮眼的吗？何止是亮眼呀，简直是有点扎眼睛啊！你能想象在一堆粉色娇嫩的风筝当中，赫然钻进去一只巨大、巨丑、巨长的黑蜈蚣吗？三哥，你怎么不说话呀？是不喜欢昭昭的风筝吗？怎么会呢？三哥也很喜欢的。昭昭狐疑的小眼神充满了怀疑。他才不喜欢，他那是为了哄你开心。你的蜈蚣又大又丑，土不拉几，也就你有这样的审美。瑶儿还小，不会说话，还望三殿下和小郡主莫要见怪。三皇子经常会参加各种宫宴，温奕欢有幸见过一次，一眼就认出来了。据本王所知，令千金和昭昭年岁相似，为何昭昭就不会这般没规矩的说话？依本皇子看，这就是家风不严所致。若是不加以管教，说不定长大以后偷鸡摸狗事小，败坏家风可就不好了。万一再传出和男子私相授受，不知廉耻，那可是要进猪笼的。世子夫人，本殿下说的可对啊。苏慕瑶整张脸憋得通红，羞愤不已。哎呀，三殿下这话可就严重了，我家瑶儿。令千金怎么样和本殿下无关，本殿下也只是好意提醒。世子夫人若是不能接受，全当本殿下没有说过吧。温奕欢装出来的贤良淑德差点破功了，他气得浑身颤抖。昭昭眼睛亮晶晶地瞧着他，满眼的崇拜。三哥这嘴可太会说话了。苏慕瑶什么时候被这么羞辱过？简直是奇耻大辱。你别得意，你不过是摄政王请回来的一个马蜂窝不知道从哪儿飞出来，顿时成群的马蜂嗡嗡嗡地冲出来，将他们2人悉数包围。两人惨叫着跌跌撞撞地往远跑。大黄背着皓月从远处跑过来，让你尝尝你黄爷爷的马蜂窝，让你们再欺负小丫头。主人，还有仔仔，是我捧着马蜂窝砸到他头上，仔仔砸得可准了。仔仔厉不厉害？原来是大黄干的，他怎么能听懂一只狗说话了？大黄、皓月，你们好棒！还有我，你疾风爷爷可是给那些马蜂说了，今天必须让他们每个人喜提大猪头。裴艳白僵住了，他的狗也开口说话了，起猛了，没睡醒。马蜂群谁也不遮，就逮住温奕欢2人遮，尤其是苏慕瑶被马蜂遮得哇哇大哭。听到这边动静的苏怀瑾等人连忙跑了过来，结果他们刚一靠近，那些马蜂就好像闻到味儿似的，专门挑苏家的人蛰，就连苏怀瑾都不例外。不过好在他是练家子，拔剑呼呼砍掉了好几10只马蜂。那些马蜂见状也不敢去继续蛰他，而是全部冲他的妻女儿子继续下手。这忠勇侯府是做了什么孽了，竟然让马蜂追着蛰？这一幕好眼熟啊！你们是还记得半个月前摄政王府门口温国公一家也这样享受了一场鸟屎浴？哎呀，要不说他们是亲家呢，这待遇都一样。哈哈哈哈。苏怀瑾面色黝黑，温国公的事情他也听说过，当时只当是谣言，根本没去信。如今这马蜂也是中邪了似的，专挑他们一家蛰。娘亲，一定是他，肯定是他使了什么手段，这些马蜂才会只蛰我们。苏慕瑶嗷嗷的哭，小脸已经肿得看不出本来面目，猛地扑到温奕欢面前，还吓了他一跳，失手将他推了出去。苏慕瑶平白无故再次受伤。
反应过来的温一欢赶忙蹲下去扶他。哎呀，娘的瑶儿，你没事吧？娘亲刚才没注意，不是有意推你的。苏慕瑶终于忍不住了，嚎啕大哭。走，此地不宜久留。都听三哥的。裴艳白抱着昭昭上了马车，他趴在柔软的垫子上，将买的酱板鸭拿了出来，美滋滋地啃起来，正吃得津津有味。马车忽然震动，好像撞到了什么东西。来者何人？当小郡主的马车作甚？昭昭咕噜噜爬过去，从车帘子底下钻出个小脑袋。年过半百的白敬山一见到昭昭，颤巍巍扑过来，跪在地上。小郡主，还请你救救老夫的孙儿吧，我孙儿他快不行了。糟糕，把那个软骨症的小男孩给忘记了。老爷爷，你快起来，昭昭现在就跟你回去看小哥哥。白敬山老眼通红，闻言激动地站起身。老夫多谢小郡主。应该的。马车一路狂奔，回到了白府，还未下车，就瞧见了门口站满了人，其中最瞩目的就是身着华服的老夫人。见到白敬山下了马车，三步并作两步的走过去。老爷，人可请到了，燕儿的身子等不得了，大夫说已经无力回天了。唉，我们可怜的燕儿啊，这到底是造了什么孽呀？枉我们白府行善积德，最终连这一根独苗苗都留不下。别说了，小郡主已经来了。他话音刚落，昭昭就被裴艳白抱下了马车。这怎么是个小娃娃？他当真能治好我们燕儿吗？小郡主的师兄乃是大名鼎鼎的薛神医，他年纪虽小，但是本事不小，你还是给老夫少说几句吧。老夫人自知失言，连忙道歉。小郡主莫怪，是老身失言了。无碍的，快带我去瞧瞧小哥哥吧。小郡主，快随我们来。穿过白府的长廊，直接到了小少爷的院子里。昭昭刚进去，就瞧见了躺在床上脸色发白的少年。昭昭立即朝小少爷跑过去，他按照医书上的记载查看了他几个重要部位。这也不是软骨病的症状啊，难不成昭昭记错了？软骨病的骨头应该是软的，就好似人的脆骨一样，没有任何的支撑力。可是小哥哥的骨头却很坚硬，一点都不脆弱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在昭昭绞尽脑汁时，挂在窗棂上的两只小鸟忽然说话了。啾，真可怜，这小少爷就要死了，亏他爷爷还是个御医，连自己孙子是不是得病都不知道。也不能全怪他爷爷，是那幕后之人太过阴险，竟然使用了巫蛊之术。啾，只要将他贴身佩戴的护身符取下来烧掉，他孙子自然就康复了。可是他们根本就想不到，那护身符会是害死他们孙子的罪魁祸首。对呀，谁让那护身符是他祖母亲自给他戴上的？昭昭将他们的话听了个一清二楚，目光下意识地落在了白胜燕的脖子上，果然在那里看到了一个护身符。小少爷的身体猛地一颤，嘴角缓缓流出了鲜血。小少爷又吐血了。白敬山夫妇闻言，顿时眼眶都红了。小郡主，我家孙儿还有救吗？昭昭皱着眉，一把扯下了白胜燕脖子上的护身符，转身看向他们。白爷爷，您的孙子根本就不是得病了，而是中了巫蛊之术。这个就是害他差点死掉的东西，现在只要将它拿去烧掉，小少爷很快就会好转的。白老夫人闻言，身体不由自主地后退半步。这怎么可能？这护身符是老身亲自给燕儿求来的，为何会变成巫蛊之物啊？这个昭昭也不清楚，你们若是不信，老夫信。白敬山从昭昭手中接过护身符，转身命令小厮去火盆来。很快小厮就将火盆端了进来，白敬山将护身符举到火盆上，护身符刚一碰到火盆，轰的一声冒出半人高的蓝色火焰。看到火苗的颜色，白敬山的目光忍不住一颤，若是正常的东西被焚烧都是黄颜色的火苗，根本不会是这种颜色。这火焰的颜色，这小丫头好厉害，她是怎么发现护身符有问题的？太好了，小少爷不用死了，我们又可以继续吃到虫子了。自从小少爷病倒之后，就没人让人给咱们抓蚯蚓了。白敬山猛地转过身，看向自己的妻子。这个护身符你是从何处得来的？还能从何得来？
当然是护国寺了。3年前安儿去世后，我这心里总是不踏实，这才让莲儿陪我去护国寺上香，顺便给燕儿求来了这道护身符。老夫人说到这里，猛地止住，浑身都跟着颤抖。是了，燕儿就是3年前突然开始发病，竟然是我害得燕儿至此。护国寺，听娘亲说，护国寺是大圣朝最大的寺庙，里面还有德高望重的方正坐镇，又怎么会有巫蛊之说的护身符流出来呢？半个时辰后，白胜燕终于悠悠转醒。小郡主，燕儿她是不是没事了？只是病得太久，身体还有些虚弱，昭昭会给你们开个方子的，你们给哥哥好好补补身体，不出半个月就会活蹦乱跳了。昭昭说完，将最后一味药材也画了上去，这才将药方递给白敬山。后者将药方拿了过去，仔细地看了遍，眉毛抖得厉害，不过却越看眼睛越亮。裴艳白也瞧见了药方，不由得多看了小家伙一眼。虽然才4岁还不会写字，可这画画的天赋却是已经显露了出来。不错，不愧是我裴艳白的妹妹。小郡主，不愧是薛神医的师妹啊，这药方真是奇了。老夫怎么没想到将这味药材换成白术呢？妙啊！这样一来，既弥补了燕儿虚不受补的病症，又能很好的快速给她补回身体，老夫佩服啊！白爷爷妙在，是师父教的好。白老，天色不早了，本殿下就先带着小郡主回了。今日之事，多谢小郡主了。待我孙儿好了以后，老夫必定亲自登门拜访。忠永侯府，娘亲，爹爹，瑶儿好痛，明日便是瑶儿生辰，我要怎么顶着这样的脸去见人？苏松年和苏洵听到这话，脸色也难看了。一定是那个害的，还是听旁人说那马蜂窝就是他带的狗丢过来的。父亲母亲，把我们害得这么惨，你们一定不能放过那个。明日你先用素纱遮面，不叫旁人看见便是。娘亲，我讨厌那个他害女儿变成这副模样，女儿心中咽不下这口气。放心，娘亲会替你报仇的。只要那明天赶来咱们忠永侯府，娘亲就有办法对付他。苏怀瑾听到他的话，忍不住皱眉，想说什么，最终闭了嘴。那丫头确实应该给点教训，否则也太无法无天了。摄政王府，王爷，您明天确定要带小郡主去参加宴会吗？这忠永侯府摆明了就没安好心，王爷怎么还要带着小郡主去呢？这次有红英和荔枝在他身边，他不会有事。更何况还有那些可爱的小动物，不是？他目光含笑地扫过门口躲着的2只小老鼠。可是王爷，忠永侯府上的人胆敢之前那般羞辱昭昭，本王又怎么会轻易地放过他？想要将他们彻底按死，总要得有个由头不是？这次忠永侯专门请来请帖，为的可不是本王，而是想要对昭昭下手。本王把这机会给他们了，他们可千万别让本王失望才好。还以为王爷领养小郡主以后变得柔和了不少呢，原来都是我的错觉。王爷这是憋着大招呢，真是要么不动手，要么往死里弄，还真是符合王爷一贯的作风。明日除了红英和荔枝，你在暗处再多派些人手盯着。另外，今夜让人偷偷放2筐蛇到忠永侯府的院子里。啊，放蛇？王爷是想让毒蛇提前咬死他们吗？好让他们明天没法作妖了。一想到白云山上那些小蛇专门咬人裤裆，燕语就忍不住打了个激灵。裴荣景一个眼神射过去，燕语立马闭嘴。属下这就去。王爷怎么突然生气了？是我说错话了吗？翌日一早，昭昭还在睡梦中呢，就被粉桃和青梅从床上拽了起来，两人一左一右的伺候她洗漱梳妆。小郡主真好看，跟年画里的娃娃一样。可不是嘛，就没见过像小郡主这么可爱的孩子。小郡主该出发了，王爷已经在等您了。昭昭刚走出大门，就看到了站在马车旁等着的裴荣景。裴荣景将他放在软垫上。小陈茂，爹爹给让人给你买了八宝鸡，你想不想吃？吃，爹爹最好啦。裴荣景这才从一旁将八宝鸡取出来。鸡腿。你慢点吃哈，小心噎着。小丫头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若是营养跟不上，以后的身体也好不到哪儿去。
昭昭，你想不想上学？爹爹安排你进入国子监，和哥哥们一起学习。昨夜裴艳白临走时，还因为昭昭启蒙的事情专门来找过他。若不是他提醒，他还真想不到这一点。毕竟第一次当爹，昭昭啃着鸡腿的手一抖：“爹爹啊，昭昭可以不去吗？万一像二哥和六哥一样，天天被夫子扣在学院里学习，那还不得痛苦死啊！”不行，你现在可是本王的女儿，是大圣朝的郡主，怎么能是个大字不识的文盲呢？昭昭顿时觉得口中的鸡腿不香了，想哭怎么办？小家伙嘴巴一瘪，刚准备酝酿情绪，你哭也没用啊！若是不去，爹爹以后再也不给你买八宝鸡了。啊，爹爹什么时候也学会威胁我啦？他眼珠子咕噜噜一转，可是二哥和六哥不是在白鹿书院吗？昭昭去了国子监，岂不是见不到二哥和六哥啦？那万一昭昭要是想二哥和六哥了？裴荣景哪里不知道他在打什么主意，忍不住笑着摇头。你二哥和六哥自从淮南王府的事情发生后，就已经回到了国子监。为什么呀？他们觉得隐瞒身份，结交真实的朋友固然重要，但是没有皇子的身份在，他们就保护不了想保护的人。更何况当初在淮南王府时，他们的身份已然暴露，就没必要再遮掩下去了。那好吧，那昭昭去国子监。美好的后宅堂没有了，以后再也不能一边吃着粉桃姐姐喂的葡萄，一边听青梅姐姐讲故事了。半个时辰后，马车终于停在了钟永侯府门前。昭昭刚被裴荣景抱下马车，就看到了站在门口迎接宾客的温逸欢。昭昭扑哧笑出声：“什么事儿这么好笑啊？”爹爹，他猪头。裴荣景下意识朝温逸欢看去，不看不知道，一看还果真有几分像。虽然他已经用了素纱遮面，但是饱满红肿的额头却彻底暴露了。昨夜燕语已经将昨天的事情讲给他听，他只当是被蛰了几下，没想到会这么严重。我家昭昭学坏了。正笑着迎接翰林院士夫人的温逸欢，骤然听到大猪头，身体猛地一抖，转身朝街上的马车望去，对上昭昭笑嘻嘻的双眼时，他维持在脸上的笑容差点破功。世子夫人，你有在听我说话吗？多谢夫人的礼物，我们家瑶儿肯定会喜欢的。另外，您刚才说的那件事，等今日宴会结束，我再同姐姐好好说说。嗨，我等妹妹的好消息。钟永侯可是开国大功臣，府中又有丹青铁券，若是他儿子真的能和苏慕瑶定下娃娃亲，那他们林家的地位在京城岂不是要更上一层？送走了林夫人，温逸欢才费了好大劲儿扯出一抹笑。哎呀，摄政王大驾光临，有失远迎，还请王爷莫怪。他目光掠过昭昭的脸时，还带了不少的怨毒。今日就是你的死期。摄政王径直从他身边走过，连个眼神都没给他。世子夫人还是好好想想，你们钟永侯府欠本王的5万两黄金，今日该怎么还吧。别忘了，今日可是你们最后的期限，若是欠款还不上，这钟永侯府可就是本王的了。真以为是因为他摄政王好说话，才会答应欠款推迟3日，还不是钟永后说了，若是3日后还不上，就用钟永侯府做赔偿，5万两换钟永侯一家人露宿街头，这买卖不亏。温逸欢听到这些话，嘴角的笑容瞬间凝滞，他就非要当着这么多宾客面下他们钟永侯府的脸面吗？帮他好了吗？放心吧，表姐，那些人都是流匪，认钱不认人，落到他们手中，死的一定凄惨无比。那就好，千万做干净点，别让摄政王那个傻神发现了。是，表弟我做事儿，表姐放1万个心吧。2只小老鼠站在凉亭里的石桌上，绘声绘色地将刚才听到的话演绎了出来。尤其是扮演温逸欢的那只小老鼠，甚至表情都模仿得像极了。王爷，是奴婢中毒出现幻觉了吗？这2只老鼠在这里比划啥呢？还有模有样的，简直像极了2个人在对话。王爷，一定是奴婢和红英早上吃毒蘑菇吃多了，看到了这辈子都没有见过的异怪之事。裴荣景紧绷着俊脸，他因为抱着昭昭，所以自然听懂了小老鼠在说什么，但是他还要假装听不懂。这是昭昭养的2只小宠物，训练后会简单模仿一些人类的动作，大惊小怪的，这有什么好稀奇的？就知道这个女人要搞事情。昭昭忽然趴在裴荣景耳边，将刚才小老鼠说过的话又复述了一遍。
爹爹，你说昭昭现在该怎么办？裴荣景眼底闪过一丝寒芒。昭昭害怕吗？昭昭才不怕呢，昭昭身上这次带足了师傅教我制作的毒药，而且比之前都要厉害。他们要是真敢伤害昭昭，那昭昭就给他们下毒，哼，昭昭才不会吃亏的。王爷，你和小郡主在说什么呀？什么下毒，什么伤害？是有人想伤害小郡主？是忠永侯府的世子夫人哦，她是抢了昭昭娘亲身份的坏爷爷。红英和荔枝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震惊。所以小郡主竟然就是传说中温家真千金温时宜的女儿。传闻中温时宜5年前是因为偷人怀了野种才被赶出了忠永侯府，所以他家王爷就是那个野男人。他们脸上的表情太过明显了，一看就知道在想什么。你们很闲吗？要不要本王罚你们绕着忠永侯府的外面跑几圈？王爷恕罪，属下再也不敢了。是红英姐姐和荔枝姐姐做错了什么吗？爹爹要罚他们跑圈。裴荣景紧绷着脸，做错什么？私自猜想主子算不算做错？没什么。裴荣景转移话题，稍后爹爹有事要离开一会儿，你让红英和荔枝陪着你好不好？好，爹爹快去忙吧。等爹爹走了以后，他就要去搞事情了。